在土耳其买房，过户前你会拿到一份评估报告，土耳其语叫 expertise， 很多人当它是走流程的一张纸。但自2019年起，外国人过户和投资入籍都必须提供它。而报告里有一栏最容易被忽略，却能直接决定你能不能过户。这栏是什么？留到避坑部分揭晓。看懂它，能帮你避免3件糟心事：买贵、买到有查封抵押的房子，以及入籍时才发现价值不达标。它是你在跨境交易里少有的独立信息来源。那它到底是什么？简单说，是对一套具体房产在评估当天市场价值的独立书面认定，不是中介的报价单，也不是开发商的价目表，而是受监管的第三方按统一标准出的技术文件。谁说了算？不是谁都能出，只有资本市场委员会 SPK 授权的持牌机构和持证估价师出的报告才有效。没有 SPK 牌照的文件，过户和入籍审核通常不采信。所以拿到报告，先在首页核对机构名称、SPK 牌照和估价师签字。还有个独立性问题，为了估值中立，评估机构最好别和卖方、开发商有利益关系，尽量避免由卖方单方安排。报告怎么看？别被厚厚一沓吓到，你只要盯紧5个部分：房产标识、他项权利、物理与规划状况、估值方法，还有最终估值。第一，房产标识，核对地块编号、地址、面积、楼层，还有产权证上登记的业主姓名和卖方的产权证逐字比对。姓名、编号、面积，任何一处对不上，都要在过户前查清楚。第二，他项权利，报告会列出房产上的抵押、查封或其他注记，土耳其语叫 sir。 看到任何 sir， 都要求卖方在过户前解除，或在合同里写清处理方式。第三，物理与规划状况，关注实际用途和规划是否一致，有没有违建，办没办竣工许可 ISKN。 规划许可上的瑕疵往往比装修更难解决。第四、第五，估值方法和最终金额，报告一般用市场比较法、成本法或收益法推算。你不用成为专家，但要看懂用了哪种方法，以及估值和成交价差了多少。说到这，关键问题来了，评估价和你谈好的成交价不一样怎么办？记住，两者不必然一致。评估价低于成交价时，差额要你现金补足，或跟卖方重新议价。因为银行按评估价放贷，不是成交价。入籍审核也按评估价判断有没有到40万美元门槛。成交价高出的部分，官方和银行都不采纳。但注意，评估价明显偏高，也要警惕。异常偏高可能是为凑入籍门槛人为拉高。这类操作一旦被认定不实，轻则申请被退回，重则影响后续资格。那他在过户和入籍里扮演什么角色？过户时，它是外国人的法定前置文件，土地登记局会参考它核验交易价值和产权状态。入籍时更关键，需要佐证价值达到40万美元门槛。美元换算通常参考土耳其央行 TCMB 的汇率，最终是否达标由主管部门认定。要提醒的是，门槛、汇率口径和验资方式都可能随政策调整，行动前请跟专业顾问核对。没有任何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。最后避坑，也揭晓开头的悬念。还记得那栏最容易被忽略，却能决定过户成败的信息吗？就是 SIR 产权栏里的抵押和查封。很多人只盯着估值金额，漏了这一栏，结果房子过不了户。还有几个误区，以为报告有效期是永久的，其实一般约3个月，拖久了要重新评估，再付一次钱，默认评估机构一定中立，以及为凑门槛接受虚高估值，这些都可能让交易翻车。如果你正准备在土耳其买房或规划投资入籍，读懂这份评估报告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。
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全中文团队能帮你核验 SPK 资质、逐项解读报告，把估值、产权和门槛放一起判断。关注我，少走弯路，主页了解更多。